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志豪议员、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马文君委员、陈伟杰议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哦，他现在声望蛮高的哦，他这个民调是有史以来首相第2高的哦。他在财政经济委员会回答哦，他说，人家问他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再讲讲啊。他就说这个台湾有事啊，这个就是日本有事，他重复这个以前安倍的讲法了。但是安倍是卸任总理以后在外面讲，他是在国会里面讲，那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国台办就很这个大陆驻大阪的这个总领事学健叫健啊，从小就是想剑要怎么砍人，哇，这机会来了，就说呢，哇，这个我要用剑砍一下高市的肮脏的头啊。那当然很不礼貌了啊，所以呢，日本人也很气。但是国台办又重申说，实际上你要阻挠我们的统一，我们绝对不容忍。80年前我们就打败了日本的侵略者，把台湾光复了。80年后今天你还在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啊。那另外呢，这个国台办说呢，日本首相这言论是很恶劣的啊。国台办说呢，恶劣言论严重违背一中原则啊。那另外呢，这个削剑的斩首论，日本炸锅了啊！当然一定炸锅。现在不管各党派都不可能容忍把首相斩首，所以大陆外交部说这是削剑个人行为，而他上了以后就立刻撤了，他就把它撤下了哈。但是呢，虽然他个人行为，但是我们是反对你们来分裂中国的哈。那另外呢，自民党现在要政府强硬的反制哈，说必要的时候呢，把这个削剑呢驱逐出境。怎么可以容忍在我们这个驻我们这个日本的外交官在这边说三道四啊？所以朝野一致批中国，可能把他这个驱逐啊。那记者就问川普，我说川普怎么会回答这个问题呢？啊，就问川普，然后就问说，记者还问说，你看首相应该因这段发言被斩首，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对吧？川普怎么回答了？朋友。我们很多的盟友也不是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盟友在贸易上占我们的便宜啊，甚至比中国更糟啊，不肯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三言两语把它带过哈。那另外呢，北京也生气啊，所以呢，这个那日本政府重申台海和平很重要，还是讲台海和平很重要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大陆媒体说呢，高市早苗是政坛的极品。所以以前呢，首相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都放在心里啊，没有这样公开讲啊。11月1号，中国就对他抗议一次，然后呢，现在这个10号、11号又抗议一次啊。他说这样的开局，就是一开始当首相罕见，这样的首相是中日关系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当这个激烈的这个对立冲突哦，甚至冷战的局面。我们看一下。日本领导人在国会公然发表涉台恶劣言论，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应深刻反省历史，汲取历史教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信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承诺。那这怎么看？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当然都有2极不同的一个意见啊。不过我觉得这个薛健啊，身为一个日本驻这个大阪的总领，中国驻日本的大阪的总领事，他在社群媒体上用这样的发言啊，我个人觉得，身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哦，不应该用这个方法来抢进版面。因为这不是一个资深外交官所应该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礼仪的一个对待啊，所以说呢，他实在是在这方面里面，难怪会引起这么多。但是你说高市，刚刚赵大哥特别提到的，他的声望目前为止其实还是维持在高点，而且他是继安倍之后呢，其实他们就是定位在日本有事，那台湾有事，彼此之间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联，但这也不是
高市他自己说的算，因为你知道自卫队里面，他其实还有受到他们宪法上面的一个限制，除非日本的国土受到这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侵略，否则即使你有自卫队，你也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一切万一开战之后呢，这个部分里面，美国的态度是什么，会决定日本他未来是不是会牵涉进去。所以说呢，高市他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宣扬。但是呢，他这件事情里面来说的话，就诚如大家所说的，安倍也是退任之后才会讲出这样的一个话语。那他在这个真的是在任的时候，所以说呢，日本的右派觉得他非常有 guts， 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有他自己的主张。但是也同样的，他们在很多的在野的议员，还有包括他们左派，也认为高市这样的一个说法，会不会把这个台海还有中之间让日本惹上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日本首相只要讲出去，他们没有那种道歉的这样的习俗，所以他们特别派的这个内阁官房长特别来说一说这个就开始来做一些缓夹，势必给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和缓的一个空间。但总而言之，这个高市他是刚上任的时候，他在川普当中的话，其实表现大家认为有为优秀，起码川普对他是非常的一个礼遇的，不管他们实质上面在关税的部分里面，在未来这个美日这个共同防御的这个部分里面，会不会获得一个额外的一个待遇？那起码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相当的不错的。然后呢，川普在未来也在4月的时候要跟习近平彼此之间有个互访的一个动作，所以大家都会希望说，不要是旁边的人来做一个擦枪走火的动作。所以难怪川普问到这样的一个敏感问题，以他过去来说，如果再给他半年之前，在我们关税闹得沸沸扬扬，在稀土这件沸沸扬扬的时候，他早就发飙了。你看现在不敢直接面对，那川普不敢直接面对，高市当然也不需要在这件事情里面再继续来对于这个台湾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承诺，更何况这是一个政治宣言，不是代表说他们的自卫队有办法，他只是做出一个最坏决定，你要有个最坏的这个预想。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以后，如果薛健因为日本群情激愤，因为他不应该用这个语言，然后把他驱逐出境的话，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可以平反两边的这个方法，就看中方对于日本未来是否在这个可能在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包括贸易关系上面，是否有更剧烈的举动。不过我想日本应该会做出驱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不过这个高市也说了，他说不会收回，但是不会再讲了。对，他讲不会再讲，其实就是让步了。否则的话，我爱讲什么，老娘讲什么，关你们什么事？我继续讲，加码讲。但他说我不会再讲了而且他说以后对假定的问题我不回答了，不止这件事情，因为是假设嘛，假设老共打台湾，你日本要讲，他以后对假设问题我不回答了那也许他刚当首相了可能还不了解这个首相的这个发言的分量，跟以前当议员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过当然了，就是说，日本现在极右派的这个气焰是很高的。其实不止日本，每个国家极右派气焰都很高。欧洲你看那些国家气焰也很高，美国也是川普这个没有他基本上也是一个极右派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它就是极右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在任何团里面，现在都极右的声音非常大。其实台湾也是一样就那种极端的、强烈的这个喊打喊杀的，这个分量是很大的了来，你怎么看？现在就要看到接下来的下一步因为自民党的内部呢，他们的外交总委员他们做成的那样的决议是说，要对于强烈抗议，而且呢，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包括就是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甚至是驱逐。如果走到那一步的话，那就非常的严重了现在呢，不但是日本的官房长官，就像刚才这个智恩说的他现在要把这个事情控制下来吧，希望能够降温。可是我们从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还有特别是中国大陆呢驻日本的大使馆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发言，把918事变都抬上来了，这就非常严重了就在于是说，因为高市的谈话呢，它是假定一个状况没有错，但是呢，它是明指的就是如果发生了包含军舰啦这样子的一些的行为包围危及到这个日本的这个状态的话，所以呢就是有存亡的这种危险感的话，那就可以动用集体自卫权。这样子的说法就跟在918事变的时候，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就是呢，他们自己是明明是关东军呢自己去炸掉了那个铁路中的一段可是呢就因此呢
来行使他的集体自卫权，因为对日本好像造成了威胁。所以说，特别在这个2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啊，对日抗战呢这个胜利80周年的这个时刻，高市呢他去凸显他在有关于台海的问题上面的如此的鲜明的扩大解释这个集体自卫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中国大陆呢当然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啊。这个高市早苗呢，在跟川普会面的时候呢，后来不是有出来一个日本的一个媒体有出来一个新闻说，为什么这个川普呢在跟习近平在谈话的时候没有提到台湾，是因为高市在背后呢做的下的功夫所以呢没有提他。川普呢，既没有提这个反对台独，也没有提任何不利的好像是看出来，好像美国准备要弃台论等等这样的做法。可是呢，高市在跟川普的谈话的过程里面，他也没有再提台湾有事啊，日本有事啊，他反而强调的是台海和平。所以说，高市怎么会不清楚美国在这个有关于台海的问题的立场上，他并不想要去惹恼这个中国大陆，可是呢，他却在这个国会里面呢做这样子的一个回答，所以现在要看的就是说，中国大陆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对于日本的强烈抗议也并没有道歉啊，也并没有什么，就看下一步要怎么走。不过要大大的称赞这个川普了哈，川普你平常看他好像兴之所至啊，爱谈什么就谈什么，可是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上面多谨慎啊，多谨慎，而且非常的聪明。那个记者呢不怀好意的把那个状况呢讲给他听之后，就说中国人不是我们的朋友吧？川普没有立刻回答这个4两拨千斤的东拉西扯谈了这么多，就说当川普都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中共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时候，其实高市早苗竟然敢在这个去勒胡须。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有点借这件事情来给这个高市早苗立规矩。他们现在讲了说主要背后可能有2个原因啦，一个是中国外交官员，就是大阪总领事馆的内斗啦，一个是说这个薛健呢想要继续干总领事啦，所以用这个来表示的。那我熟悉日本政坛的日本友人早上有传一个资料给我了，说其实这个薛健这个总领事平常不太谈政治问题的，他是第一个外交官。在驻日在脸书上，在社群媒体上常常写东西的以前外交官很少写，他写的都是文化跟观光有关的，怎么突然对政治这个表态？可是他在这个有关于文化的议题上的时候，他教训那些日本的，他有一次就有一个日本网友，他说他在这个大陆教书，然后批评这个中国的年轻人对文化冷漠。薛健评论他评论得很凶基本还是文化观光嘛。基本上那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因为高市早苗他其实非常右，那他也非常听日本这些右翼的人士的话，包括网友，所以说他持续朝这边走。那他们认为中日关系一定到最后会冲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对。川普明年4月访中国大陆，他已经预告了哈。那葛莱伊说台湾很希望今年年底以前让赖清德过去美国那为什么他4月我要年底呢？要比他先，是这个意思那或是怕他们在万一川普在大陆达成什么协议啊等等之类的麻烦那美国侨委会的侨务委员会了说呢，这是应该是推测的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黑白集说，也问说，那你什么萧美琴啊，什么这都出去了，蔡英文也都走了，赖清德什么时候会出去外面访问？什么时候会出去也在问说，总统才重要啊，你其他人哪有那么重要呢？原来不是曾经想过去美国吗？那赖总统现在又说呢，台美关税谈判缺临门一脚这昨天赖世宝在立法院质询的了那我好奇是临门一脚是什么？那赖总统的讲法是说，希望台湾的工业也能够融入美国的工业。那这好像听起来这个不像是这个临门一脚，好像就是说万事皆备，只差这一脚就可以通过。那这脚是什么呢？那另外呢，这个赖总统也说，赖清德也说，时间差不多了，现在也差不多了吧？
每个国家都谈了，差不多确定了，对不对？现在他昨天川普还给瑞士从39%降到15%，对，那他台湾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是最早谈判的4个国家之一，结果怎么现在搞成这样啊？那另外呢，赖清德说台湾进步，经济有进步，实际上我没有进步啊，进步很多，外销也增加很多，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感觉呢？因为你们呢都没有给员工加薪，给员工加薪他就有感觉了那他说这个台湾呢有一半的人，他今天讲说50%的人收入是在这个平均这个薪资之下，这不讲废话吗？它是平均嘛，他这资料都错的。我前两天看好像60%还70%的人在平均薪资之下，知道这意思吗？因为我们超高薪的人很多，那些高科技啊什么那些大公司很高嘛。那你下面还有一个那个最低工资又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所以你再低也有限，但是高可以很无限啦。所以呢，他那个高的一平均下来，他就把平均是这样，但是其实大部分人都在这个平均线之下，所以不是只有赖清德讲的50%在平均之下，大概有60-70%都在平均线之下。所以呢，这个大问题了所以呢，他是说呢，帮员工加薪就可以了那主要呢，工业界他今天去庆祝工业节庆祝大会了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在川普任内不会武力犯台。前美国国防部中盟台资深主任卜大年表示，极有可能习近平根本就没这么说。川普内化的观念是，如果他要成为能防止台海战争的总统，强化美国、台湾及盟友的嚇阻力是关键。What Trump is saying and signaling is, and what he's telling and what his most senior advisors who are pro-Taiwan and China hawks are telling hi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you can do to avoid a war, which is exactly what he wants to do, is to push Taiwan to strengthen its deterrent capability, revitalize our own deterrent capability. China has never taken force off the table. He's trying to box in Xi Jinping by asserting that he said something that he didn't say.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伊指出，川普不想卷入台海战争，预计明年4月川普访问北京，习近平会试图说服川普调整美国对台政策，有助于稳定局势，避免军事冲突。而台湾则会希望尽快安排赖清德总统过境美国，最好在年底之前。President Trump might think, oh, we don't want to do anything that could in any way set back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or hamper the prospects for reaching or finalizing deals at that meeting. So I think actually Taipei is quite keen to get that transit rescheduled soon. 今年8月传出川普政府拒绝让赖清德总统过境纽约，葛莱伊表示，美方当时没有取消让赖总统过境，而是回绝过境纽约的提案。赖总统第一次过境就要在纽约，他认为还有疑问。来，马委员。其实赖清德总统心里应该很急，因为眼看着萧美琴副总统还有我们前总统蔡英文他们都已经到欧洲去，然后还做了演讲。虽然这个当然也是有特别对，也是外销转内宣了哈，然后也是花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精力，可是至少他们都走出去了。那甚至之前其实也安排赖总统要访问，就是要去参加巴拉圭的过境美国，对，要过境美国。其实到最后胎死腹中，这个在都对他打击非常大。那尤其现在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其实他在跟就是美中的谈判过程当中，其实他对于他要访中，还有习近平在年底要访美，明年年底要访美，其实他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可以看到，他刚开始他们对中国大陆非常强势，可是现在慢慢的缓和下来，然后有很多比较敏感的做法或者说法，其实他都已经避开了。对他来说，当然美国的利益或者他自己认为的政治利益才是优先的考量。尤其那对于我们现在在跟美国的这些外交，其实碰到这么多困境，我觉得可能都是很大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
除了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到萧美琴还有副总统，还有蔡英文前总统，其实他们双双顺利的出去，那感觉上他们在铺排的部分好像都有角力。我们也看到大家一直在讲外交部，就是吴钊燮跟林佳龙不断的在斗，因为外交部现在里面有很多都是吴钊燮的人，所以当很多的讯息都是从外媒这样在转进我们国内，所以不管是日本媒体也好，或者是美国 CNN。等等这些讯息，其实对我们的整体的外交的推进，其实也有很大的打击。这个是过去没有的，那现在都把它台面化，显然他们的内斗真的是非常严重，不只是外交部而已。其实对于我们整体在推动外交，或者像可能国家的总统要出访，其实也有不小的阻力。这个不只是来自中共而已。郭崇伟。我觉得这个葛莱美刚才讲，台湾希望在12月底啊，赖总统可以到美国去，但这个是葛莱美过境了，过境了哈。那说实在话了哈，说实在，大家都知道啊，中美这个跟川普跟那个习近平，他们是明年4月份，在我的判断，在我的感觉，在4月份以前绝对不可能啊。那过境在哪边？那其实也不重要。台湾的人民啊，他就是实质的意义。今天总统到哪边去过境，其实对台湾人民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民进党就很喜欢怎么样？很喜欢过境美国，在哪一个地方，好像就很喜欢用包装外交的成就而来定到哪边到纽约啊，到阿拉斯加或者什么，他们就断定这是外交的成果。这一点我不以为然。那我觉得赖总统啊，当然，因为说实在的，他不可以转机到美国去？这个当然国人也非常关心，但是其实国人更关心的是台湾实质受益的问题，到底对台湾人有什么帮助？很简单啊，你关税谈到现在，暂时性到底要暂时多久？那刚刚这个赵大哥所讲的临门一脚，什么叫做临门一脚？我们的谈判代表到最后每一样东西都是暂时性，每一样前4个国家谈论，到最后我们是最慢来决定的。所以这些啊，其实对台湾中小企业对于美国的高关税的问题，真的不知何去何从。我公司要关，或者我要这个无薪假，说实在，现在1个月的无薪假增加2000多人，4个月下来增加5000多人，可想而知，这个关税当然很重要。那当然，我是觉得赖政府现在心里面也有一点好像不是滋味啦。刚才这个我们委员也讲了嘛，蔡英文可以去，萧美琴可以去，请问一下，他们这个叫做外交政治内耗啦。其实他们2个去，那你赖总统去不了。当然，你们的外交系统、你们的国安系统、你们这个美国的关系，你们不是说全世界台美关系最好？那为什么会落成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哈，我们的赖政府千万不要用空包弹式的外交，这样的话对台湾人民是没有帮助的。来，这赵浩议员。其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去过境美国，这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外交上面的重要的这个里程碑。那但是当然看现在川普总统预计要在明年4月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这个 schedule 已经确定了嘛，所以我确实也觉得这个可能性的机会应该是并没有很大。我说这个在那之前，如果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个访美，或者是说在过境的这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任何这种能够突破台湾的这个国际封锁我想我们倒应该是多一点鼓励，而少一点这些就质问他说什么叫做实质，什么叫做这个象征外交工作本来就是这样，外交工作本来就不是说你说什么东西随随便便要什么实质就是什么实质。2023年的时候，柯文哲主席到美国去2次。你说他达到什么样实质的做到什么实质的事情？其实也没有，但是我们都也祝福他。为什么？因为
任何一个我们台湾这种政治领袖，我们在国际上能够受到人家的这个重视，能够受到人家的这个认真的对待，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整体的国际的地位都是一个提升，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好事了啊。所以说我们也是期待这个接下来还是有机会的话，能够让看到赖总统有机会能够过境美国。那但是不管我觉得是不要拘泥于什么时间，而重点是说，我们有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友邦大家都能够这个进一步的实质的交流，得到我们真正的这些友邦的这个彼此的支持。我这边刚接到一个这个人家传给我这个东京新闻的社论他说高市早苗首相提及，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武力侵略，日本可能依据安保相关法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行使集体自卫权。此番言论无异于表明不惜与中国开战。他是否意识到身为首相的发言有多么重大？我们不得不谴责，这是过于轻率且欠缺深思的言论。周日这很不知道的东京新闻。东京新闻。所以日本这个基本上它里面有不同的看法，是因为刚拿到这个给大家看一下，休息一下就回来。